父亲、母亲，玉儿回来了。玉儿，我的玉儿，你终于母亲，女儿好不容易求得太后怜惜，方才有机会出宫，事宜不能久留。女儿还有要事与父亲相商，母亲先回房歇息吧。母亲陪着玉儿。妍儿，送你母亲回去。娘在门外等你。母亲。这是皇后给国舅赵将军的信，拜托父亲尽快送到北府军中。究竟出了何事？太子急于为母后辩白，顶撞了圣上。父亲，好，我即刻派你兄长亲自去送。母后说，务必先保住太子性命，再谋后事。为父知道轻重。女儿先回宫。玉儿，你一定要陪太子在宗正寺圈禁吗？他在哪，女儿就在哪。好吧，你去吧。待一切安排好之后，我派人给你们那边递消息。玉儿，谢过父亲。恭送陛下。随哥儿，你可还是害怕你父皇？那你能不能告诉嫂嫂你在怕什么？父皇很生气，母后和太子哥哥会不会死？哎，随哥儿，不怕，皇后和太子他们只是做错了事，你父皇只是不让他们再当皇后和太子而已。如果人能不死就好了，人死了就再也不会说话，不会动，就像我母妃一样。瑾妃是天上的仙子，你长大了，她当然要回去了。人死不可复生，更不会回到天上去。嫂嫂不必哄我。小婉儿，太子哥哥为何被关进宗正寺？他那般风雅的人，怎会殿前失仪？这不是咱们该议论的事。啊，对对对，不关咱们的事儿少打听。随哥儿，你可别学我呀。你可去看过太后了？还没去呢。三哥托我来请你和七哥去他府上，他说有事相求。请我们俩？不是叫我去诊病？三哥特意嘱咐让你带上五座香。殿下，他们来了。贤伉俪新婚燕尔，冒昧打扰，实属无奈。七郎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三哥说笑了。三哥的眼睛可有好转？多亏用词救治，双目已有好转，只是仅可在光线昏暗处大致看清。三哥为何要我带上五座香？若有官非，还是先报官为好。事关多年前信王府的一桩私事，未查清真相前，还请永慈和七郎帮我保守秘密。理当如此。无非还是带七弟和弟妹来看你。正是
先信王妃的遗骸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竭尽全力保存母妃的尸身，却只能立即于此。三哥可是要我剖验王妃的尸身，为何？因为我要知道，我母妃究竟因何而死。请永慈助我。三哥不必如此，永慈定尽力而为，只是探查死因，难免对尸身有损，三哥还是回避为好。无妨，斯人已矣，肉身终将成尘，真相才是对我唯一的慰藉。母妃在天之灵，定会知我心意。况且，弟妹只怕还不知晓，先次出阁前，亦曾随药王学习制药之计1年之久，算与药王有半师之分。对于生死轮回，早已看淡，更不会介意身后之事。永慈与先系王妃有同门之谊，永慈荣幸之至，我必定竭尽所能，使先王妃的死因拨云见日。多谢弟妹。头骨完整，肌线不明，小而轻薄，盆骨宽大而矮，盆骨壁线薄，侧壁平直而浅，盆腔短而宽，呈圆筒形，尸骸保存完整，生育痕迹明显。三哥，王妃过世时不过花信年华，你既怀疑先王妃的死因，那她去世前有何异样？那一日，母妃进宫，去给皇后送她亲手配制的伤药，起更后才回到家中。她一进门，便将自己关在卧房，我不放心，便偷偷进去看。母妃先只是心口疼，而后眼睛便看不见了，很快耳朵也听不见。临终前无感进食，吐血不止。短短1夜间，人便没了。太医来了，却说我母妃并没有中毒迹象，但自那日后，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眼睛，便一日不如一日。那太医可曾查验过那杯茶？这秦氏所言与你们勘验的结果完全一致。是。永慈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回禀圣上，二皇子妃乃永慈家子，永慈理应回避。况且他闯下如此大祸，永慈实在无颜面对圣上。圣上若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吧。我罚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又与此事无关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谢陛下。唉，这二皇子潜逃与秦氏无关，那走水之事，朕也不忍再苛责于他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这秦氏在留居禁苑之中，确实有所不妥。念在
他才新婚不久，就受了二皇子的牵连。这样吧，朕恩许他归于忠永侯府，安心静养，无诏不得外出，每日派太医为他看诊。永慈啊，朕施恩于他，也是看在你与他同出一族的份上，只是此事不宜对外声张，以免再生事端。是。谢陛下仁德。谢陛下仁德。近些时日，太后身体不适，你得闲便多进宫，去陪陪太后。是。下去吧。王爷王妃，请稍等，奴婢这就进去禀告。适才内为何走神？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圣上对燕彻未免太过冷漠。他可是圣上唯一的弟子，就算是恨其不争，也不该毫不关心他的去向。圣上既能恩允八姐姐归宁，却为何对自己唯一的弟子毫无怜惜？圣上未必是怜惜秦昭宇，而是施恩于曾经效忠二皇子的那些臣子们，以收拢人心，稳定朝局。他若是想稳定朝局，就不会让燕齐那种混蛋做储君。圣上未必会真有这个想法，毕竟……可圣上对随哥也甚是冷漠，真是奇怪。圣上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疏远冷漠，可唯独在燕离面前，倒像是个慈父。听皇祖母说，这也是在瑾妃出事之后，在那之前，圣上对随哥也一直都甚是宠爱。难道是因为瑾妃之死而性情大变？之前我很少回京，你若有这些想法，可以去找皇祖母问询。不过，确实是在晋王兄出事以后，圣上才对父王的疑心越来越重。看来瑾妃之死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。待燕齐落网之后，我再与你一同查明此事。目前尚不知此事背后的牵扯究竟有多广，你在宫中行走，一切小心谨慎。好。皇祖母脉象平和康健，只是睡得不太安稳，所以感觉有些倦怠罢了。我10几岁进宫为妃，宫里的风波从来就没有平息过，不过是走水罢了，他还吓不到我。皇祖母，若能由着您的心意再做一次选择，您还愿意进宫为妃吗？人活在这个世上，各有各的烦恼。皇祖母这一生啊，只有2次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做事，至今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可既是自己做的决定，那便无怨无悔。即便是自己做的决定，也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结果，这也是造化弄人呐。就像我八姐姐，若非圣上开恩，恐怕她这后半辈子就要在沁园孤独终老了。婉儿，祖母告诉你，宫里的事不要插手太多。你和小七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你父王就小七这么一点骨血，能避多远避多远。婉儿定会铭记在心。哦，随儿在外面玩，你去找找他，他可天天盼着你来呢。是。彻儿有消息没有？
你先去把雨儿的院子给收拾出来。侯爷，那雨儿回来了，以后还是储妃吗？废太子已经跑了，何来的储妃呀？我可怜的女儿啊！赶快送你们夫人回房间。是，夫人，走吧，夫人。你也年岁不小了，为何遇事还是这么沉不住气？是孩儿关心则乱了。可是父亲，忠永侯府的荣辱全系于东宫一身啊！胡说！我们全府上下的生死都在圣上手中。圣上放雨儿回来，就是为了警告我们不要参与此事。若再有异心，圣上就会将我们满门抄斩。难道父亲就甘心坐以待毙吗？朝中谁人不知道您就是太子党的领军人物？圣上以后绝对不会再重用您了呀！父亲，难道您就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爵位，还要努力的一切付诸东流吗？趁现在还来得及，咱们立即传信北府军众，索性助太子反了。逆子！秦家的爵位都是因忠勇而来，若无忠心，还能立于朝堂之上吗？爵位再重，也重不过全府上下的性命。翠根儿，嫂嫂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我想母妃了。来，翠根儿，嫂嫂的娘亲和爹爹也都故去了。我想他们的时候，就和天上的星星说说话，这样心里就会好受很多。嫂嫂相信他们去天上了吗？嫂嫂相信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天上有没有仙子，我娘亲骂我和爹爹的时候也都很凶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们都是这个世上最疼我的人。无论他们现在在哪儿，都会希望我和从前一样，平安喜乐。可是我没有爹爹，只有父皇。那是什么？给我们拿点点心。是。你勾结蒋和营，冒充戎狄，杀害我父王之时，你可曾想过你也有今日？不是我，是蒋和英，是他一手策划，是他对你和皇叔心存怨气，是他下的狠手。关我事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狡辩？你真以为你能活着走出宗正寺吗？你的每一条罪行，证据确凿，按律法皆当斩。圣上这般安排，只不过给皇家留一些体面罢了。你从来都是背后阴谋害人。临死前，我给你一次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。是我错。我错了，我给皇叔磕头认罪。
下注于我父王身上的每一处伤，我都要让你这个豺狗之辈亲自体会。你说我是豺狗之辈，在这个皇宫里面，哪一个不是狼子野心？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成王败寇罢了，这都是父皇教的。你敢说父皇错了吗？你敢吗？胭脂想要报仇，就应该带着永子一起去你父王的坟前自降二王，因为你们才是害死你亲爹的真凶。你在说什么？胭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羞辱我，羞辱于我，我怎么能忍？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杀了皇叔，入这口恶气。胭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害死自己的亲爹，你才是那个背负皇族的逆子！逆子！杀了我！杀我！杀我！
这儿！你身为刑部主事，动用私刑虐杀皇子，这传出去，让朕如何处置？臣可去大理寺自首，据实以告，认罪受罚。你认罪容易，却将朕和皇室宗族置于何地？数人燕齐勾结蒋和英，暗杀其叔父先瑞王，穷恶尽逆，气绝人伦，理应当斩。臣正因考虑皇家颜面，才未将此事公之于众。你呀，你既已知晓害你父王的真凶，你也看到了袁清刚才是如何行事，你就应该知晓朕要如何处置，何必再去和燕齐纠缠，落人口实？臣理应亲手使燕齐认罪，再施以惩戒，才得以告慰父王的在天之灵。否则，愧为人子。